文渊在我这儿喝多睡着了，你和孩子别等他了。随便查，我问心无愧。陈倩最近状态不好，我陪她喝2杯，喝多了才在那儿将就一宿。王小飞，你再这样疑神疑鬼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没法过，那就不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执意喜欢在女兄毕家留宿，我成全你。宋文渊，我们离婚吧。浩浩乖，在学校要听老师话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这个家。刚才在路上我还想，只要你好好沟通，我一定会原谅你的胡闹。老婆，这辈子我真没娶错人。对了，儿子呢？你没娶错人，是我嫁错了人。儿子累了，在房间休息。吃完这顿饭，把字签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王小飞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解释过无数次，最近公司大裁员，我头上的项目压力大的快把我压垮了。我只是找陈倩喝酒散散心，喝多了留宿纯属意外。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越界行为。我如果真的对她有意思，当初何必费尽心思娶你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不顾家的人吗？费尽心思娶我，宋文渊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深情。陈倩当年一心要嫁入豪门，看不上你。若不是她现在婚姻破裂，她根本不会回头纠缠你。是她落魄了，才轮得到你这个备胎。王小飞，你可以误会我，但你没资格诋毁陈倩。我们20多年的友情，如果真有事早有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我们干干净净，不信我无话可说。我说了，没必要多说了。我自愿净山出户，这房、这车，还有你名下所有的存款财产，我一概不要。我唯一的条件是儿子的抚养权归我。你想带走我儿子？没门儿！王小飞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天天满脸怨气，跟个怨妇一样。这家里死气沉沉的，相处起来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。跟我离婚，你拿什么养孩子？这饭我不吃了，看着你就反胃。为一个边界感全无、漠视家庭的男人流泪，王小薇，你不值。整整2天，宋文渊彻夜未归，我没追问，也没主动联系。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文渊给我的呀。他说这2天不想回来，看着某些人的脸色就心烦，让我过来帮他拿几套换洗衣物，顺便接浩浩出去吃西餐。浩浩，爸爸在外面餐厅等着呢，想不想爸爸？文渊在我那儿住的挺习惯的，他说还是我懂他的喜好。来，浩浩，跟阿姨走，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不去，我不喜欢阿姨。浩浩，阿姨给你买了好吃的，跟阿姨走吧，阿姨带你去爸爸那儿。我不吃，你走开。王小飞，孩子才多大你就教他敌视我？你天天在他耳边说我坏话吧？你看看你把他教成什么样了？你这种满心怨气的女人配当妈妈吗？孩子天生会分辨善恶，若是你言行端正，他不会无端反感你。陈倩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欢迎不三不四的人，请你离开。你家？王小飞，你太天真了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家，这个男人，甚至你现在的头衔都不会是你的。这2天，文渊一直住在我那里，他可是一次都没提起过你。所以呢？所以他的心早就不在你身上了。你们这名存实亡的婚姻早就该到头了。我不妨直白告诉你，我和文渊20多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关系。只要我想要，你随时都会被我替代。
既然你这么笃定，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文渊是我青梅竹马，20多年前我们就形影不离了，你算什么？说完了吗？你上段婚姻失败，在豪门遭遇背叛，过得不如意，所以你处心积虑地介入我的家庭，想通过这种报复式掠夺来找回你那点可怜的尊严。你不是爱宋文渊，你只是见不得别人幸福。可惜宋文渊被你那点眼泪蒙蔽了双眼，看不清你那点阴暗自私的烂心思。黄小飞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调查我？你个疯女人！王小飞，你在干什么？文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真的只是想来帮你拿2件衣服，我没想吵架的。可嫂子一直抓着我不放，她骂我、针对我，还教导浩浩说我是坏人，让孩子讨厌我。倩倩，告诉我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王小飞，你是不是又在无理取闹欺负她了？她一个女孩子特意跑过来帮我拿衣服，你至于这么容不下的？是，我在欺负她，我在制止一个登堂入室企图掠夺我家庭的人进行越界挑衅。越界挑衅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王小飞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眼神阴冷，满口胡言，简直像个蛮不讲理的疯婆子！废话少说，立刻跟倩倩道歉。算了，文渊，别为我吵架了。我习惯了，我这种离过婚的人，没人疼也没人在乎，受点委屈也是正常的。别因为我毁了你们的家庭。倩倩，你听好，以前你受的那些苦我管不着，但以后有我在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在这间屋子里，没人能再欺负你，亲儿子不行，老婆也不行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马上给倩倩跪下道歉。道歉？宋文渊，你睁大眼看看他那副恶心的嘴脸。王小飞，是你逼我的！你既然这么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。倩倩，不用顾念什么狗屁情面，他怎么羞辱你的，你今天就怎么还回来，尽管教训他。出任何事我担着。文渊，这不太好吧？嫂子毕竟是……我说让你打。这一巴掌打碎了5年的恩情，宋文渊、陈倩，我们两清了。现在你满意了？记住你今天做的事，王小飞，以后不准你再动陈倩一根头发，不准再欺负她，否则我对你绝不客气。5年了，我以为包容能换来尊重，懂事能换来真心，可到头来5年的付出，只换到这一记耳光。王小飞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那个意气风发的策划主管，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鬼样？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忍气吞声的宋太太，我是浩浩的妈妈。我要为我的孩子战斗到底。姑娘，这是被家暴了吧？你可不能忍啊！这种人打了1次就有第2次，一定要报警，留下证据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男人打老婆的？拿着。要是回去觉得头晕、恶心，一定要立刻回来复查。怕有轻微脑震荡。离幼儿园最近的，我现在就要租。妈妈，别走，别丢下浩浩。浩浩，对不起，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但妈妈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，
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谁都无法抢走你。妈妈会守护你一辈子。浩浩，起床了，跟妈妈去我们的新家。青春为了过往，梦想碎于现实。王小飞，别回头，这里早已只剩荒芜与隔阂。浩浩，我们走。王小飞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，非要带着孩子来这种简陋的地方受罪。浩浩才5岁，你就让他跟着你在这种狭小环境里受委屈？赶紧把行李收拾了，跟我回家。看在儿子的份上，我可以大度包容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依旧可以安稳生活，别再挑战我的耐心。跟你回去，回到那个早已变质的家吗？宋文渊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离婚。好，王小飞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不肯退让，非要走到这一步，那咱们就按照我的规矩来。你空手离开，房子、车子、家里所有积蓄都归我，都是我辛苦打拼所得。你常年居家持家，没有资格分割任何财产。浩浩的抚养权也归我。你不但要彻底离开这里，每个月还得支付3000元抚养费用，直到他年满18周岁。如果你同意，现在就签字。王小飞，离开宋家，你难以独自立足生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包容与退让。每月仅有2小时相处时间，宋文渊，你执意要掐断我们仅剩的母子情分，我不同意。财产我可以全部放弃，房子、车子我1分钱都不要，但是浩浩的抚养权必须归我。宋文渊，浩浩从出生到现在哪一天不是我在照顾？他生病发烧你在哪儿？他牙牙学语你在哪儿？他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。你离不开他，王小飞，我已经咨询过全市最好的离婚律师了。你常年在家当全职主妇，没工作、没存款、没收入。你现在住着简陋的地方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拿什么养浩浩？让他跟你一起吃苦受罪吗？你想打官司？好啊，我随时奉陪。只不过，你有钱请专业法务吗？你连基础的维权开支都难以承担吧？没有资金支撑，你拿什么跟我抗衡？现实，这就是他说的现实。我为了这个家放弃了一切，现在这些付出反而成了他抢走儿子的武器。宋文渊，这5年我辛苦顾家生养孩子，甚至连病都不敢生，到头来你竟然用我为家庭的付出反过来逼我放弃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浩浩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狠心？王小飞，是你逼我的。原本你和孩子可以安安稳稳的在那个大房子里过日子，是你自己不知好歹，一再针对倩倩。倩倩命运坎坷，前一段婚姻屡屡受挫，受尽伤害，身心承受了诸多苦难。她满心伤痛，不过是想找我寻找一点慰藉。你呢？你却一再刺痛她的伤疤，加重她的难过与委屈。拿过往伤痛说事，刻意针对她。陈倩，你演戏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，把我没说过的话、没做过的事，全变成了博取同情的筹码。怎么哑巴了？被我说中痛处了？王小飞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心肠这么不善？随你怎么想，陈倩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那我也没必要跟一个不辨是非、盲目轻信的人浪费口舌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绝不会放弃我的儿子。你想抢走他，我绝对不会妥协退让。现在立刻离开我家，法庭上见。法庭见？王小飞，你连日常开销都难以维持，拿什么跟我抗衡？好，我等着你，到时候官司落败，是孩子抚养权，全别后悔莫及，低头再来找我。李律师，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我只有这些了，我一定要争取回浩浩的抚养权。王女士，我仔细听完了你的叙述，也核对了全部证据。我必须实话实说，你目前的诉讼处境非常不利。根据我法典规定，抚养权判决有一套刚性原则，不满2周岁的，原则上归母亲抚养。我照顾了浩浩5年，每一天每一夜，难道这些真心付出都不算数吗？现在想打赢官司，需要的是当下的综合保障能力。王小飞，现实的落差往往比想象中更加残酷。
王女士，咱们面对现实吧。浩浩今年5岁，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，会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比对评估。第一，对方有高薪稳定工作，名下有房有车，整体经济基础远比你优越。第二，你目前暂无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，也没有固定住所。在法院综合评判中，现阶段的你很难给孩子提供独立的居住成长空间。最致命的问题是，你手里的朋友圈截图和留宿录音，只能证明宋文渊与陈倩关系往来亲密，仅属于个人道德层面的瑕疵问题，无法作为有效胜诉证据。他们无法证实对方存在实质性过错，也不足以判定对方不适宜抚养孩子。法律讲究完整的证据链，而非个人委屈。以目前情况来看，你本次一审胜诉的概率微乎其微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李律师，难道我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带走我的孩子吗？李律师，求求你帮帮我！浩浩是我的全部寄托，没有他我真的撑不下去。就算只有1%的希望，就算要我付出全部代价，我也要试试。只要能留在浩浩身边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好，既然你有这份决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浩浩，妈妈明天带你去见一位法官叔叔，他会问你平时最喜欢跟谁一起玩，最想跟谁在一起。浩浩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实话实说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喜欢跟妈妈在一起，我要永远都不跟妈妈分开。为了浩浩，无论前路多难，我都会一往无前，绝不退缩。法官大人，这是被告名下的房产证明，这是近1年的银行流水记录，以及公司开具的年度优秀员工证明。事实清晰明确，王小飞5年未有工作收入，无稳定经济来源，无法保障个人基础生活与相关权益，又如何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稳定成长与基本生活？不仅如此，王小飞情绪状态不够稳定，曾多次在公共场合与第三人发生言语争执，存在情绪波动风险的监护人，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。法官大人，刚才对方律师口口声声提到抚养能力，难道照顾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存折上的数字吗？这是原告王小飞5年来的全部生活，从孩子第一次翻身到第一次开口叫妈妈，从每一个发烧的深夜到每一次幼儿园的接送，王小飞用心守护孩子成长，全程陪伴孩子长大，是孩子成长路上最贴心的守护者。反观被告宋文晕，5年来缺席了孩子几乎所有的成长瞬间。孩子需要的不是冰冷的物质条件，而是朝夕相伴、真实温暖的亲情守护。法官大人请注意，为孩子提供成长环境看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。这些照片只能证明王小飞曾经照顾过孩子，但不能证明他现在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保障。至于所谓的陪伴时间，被告完全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通过雇佣专人照料、调整作息来弥补陪伴缺口。最重要的一点，第三人陈倩女士性格温柔和善，真心喜爱宋浩，且愿意协助被告共同抚养孩子，为孩子提供物质与情感双重安稳的成长环境。法官大人，我承认，作为项目组长，我最近陪伴孩子的时间确实少了一点。但这就是现实，我所有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肯定是爱我儿子的。我可以给他提供全市最好的私立教育、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优渥的生活环境，而这些，王小飞给不了。我请求法官为了孩子的未来，将抚养权判给我。法官大人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，我真的很喜欢浩浩，甚至愿意为他放弃自己的社交。我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我和文渊已经商量好了，拿到抚养权后，我们就尽快组建家庭。我们会搬进更大的学区房，我们会给浩浩一个最温暖、最完整的长环境。组建家庭，温暖环境，这2人踩着我的血泪，竟然敢在法庭上大谈温暖。浩浩，别怕，法官阿姨问你，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？我要跟妈妈，我不要跟别人走，妈妈别丢下我。
经本院审理查明，原告王小飞无固定工作、稳定收入及住所，暂不具备独立抚养未成年人的经济能力。反观被告宋文渊，具备稳定的经济来源、固定住所及良好的社会资源，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生活、教育及医疗条件。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不适合抚养子女的状况。诉上判决如下：婚争子宋浩由被告宋文渊抚养，原告王晓峰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全，每月可探视孩子1次，探视时间由被告宋文渊安排。驳回原告王小华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没工作，没房子，所以我连当妈妈的资格都没了吗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不要哭，好好听话。对不起，妈妈没有。按照判决，孩子现在先跟我回去。你以后想看孩子，提前跟我预约，不要私自出现在孩子面前，这是为了浩浩好。文渊，别在雨里待着了，我们带浩浩去吃他最爱吃的草莓蛋糕吧。那家店我早就订好位子了。把孩子还给我！王小飞，法院已经判决了，你这样只会吓到孩子。保持你最后的尊严。我有个朋友开了家新媒体公司，正在急招文案编辑。虽然工资不算顶尖，但胜在时间灵活，方便你以后照顾浩浩。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他知道你的能力。你明天下午3点准时过去面试。林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我以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小飞，别说傻话，你当年的策划能力在圈里是拔尖的，你那么有才华，肯定没问题。收拾一下，别让生活把你那身傲骨给磨平了，加油！王小飞，站起来！为了浩浩，必须站起来，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拿回来。浩浩，再等等妈妈。每次见面都删除得干干净净。宋文渊，你到底有多怕被抓住把柄？跟踪没有用，常规手段抓不到你的狐狸尾巴，那就更换思路，另寻合法突破口。性格不合，和平分手。马明远这种在商界杀伐果断，被称为地产铁燕的男人，会为了区区性格不合，就随手扔出1000万的江景房和300万现金。小飞，你不懂，倩倩当年离婚的时候有多可怜，马明远那个冷血痛根本不把她当人看。要不是我整夜的守着她，开导她，她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原来这才是那根刺。你以为你是救他于水火的英雄，却不知道这正是他拿捏你20年的铁锁。这种天价补偿，怎么看都像是封口费。陈倩当年的婚姻，绝不像她表演出来的那么凄惨。她嫁给马明远，恐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掠夺。马明远肯定也有他的苦衷。既然大家都是被陈倩算计过的受害者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马明远，既然你也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冤大头，那我们就聊聊陈倩的真面目。女士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里是私人官邸，没有预约谁都进不去。我找锦绣地产马先生，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关于陈倩。又是找马董谈陈小姐的，这种借口我一天听800遍，赶紧走。只要他不出来，我就一直等到明天。马明远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拦我的车？马先生您好，我叫王小飞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是关于陈倩的。上车说。
我和陈倩已经离婚3年了，我对陈倩的事情没兴趣。你有什么话最好长话短说。马先生，我知道你不想提起陈倩，但陈倩她不仅伤害了我，也关系到你的尊严。你难道不好奇当年陈倩为什么会突然跟你离婚吗？陈倩对外宣称是和平分手，拿走了你1000万的房产和300万现金，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吗？王小飞，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马先生，您以为3年前是和平分手，可事实是，陈倩从踏进马家大门那一刻起，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掠夺。陈倩当年嫁给你，根本不是因为感情，在你和陈倩婚姻存续期间，陈倩就已经和宋文约纠缠不清。陈倩利用你的信任，拿走了你那1000万的江景房和300万现金，而现在，陈倩正挥霍着从你身上得来的一切，疯狂地破坏我的家庭，甚至想把我的亲生儿子也一并抢走。马先生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陈倩这件事的受害者。我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，我们需要联手。我需要一笔启动资金，用来委托最专业的调查机构进行合法取证。第一，我要收集陈倩和宋文渊婚内出轨、非法同居的铁证。第二，我要深挖宋文渊在建筑公司任职期间所有的违规行为。事成之后，你可以凭借这些实锤证据提起诉讼，追回那套江景房和300万不当得利，维护你身为男人的尊严和合法权益。而我要凭这些证据让对方彻底丧失抚养资格，夺回我的儿子。这是双赢，马先生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不仅要一个真相，更要他为当年的贪婪付出代价。我先给你转20万，这笔钱用来雇佣取证，如果后续不够，随时跟我说。我认识一家靠谱的调查机构，负责人叫张强，我把联系方式发给你。张强做事严谨，最重要的是，张强拿到的每一份证据都会在法律红线之内，确保法院绝对采纳。希望你能成功，别让我的钱打水漂，早日夺回宋浩。浩浩，等着妈妈，妈妈手里现在有底气了，妈妈一定会把那些伤害你的人逐一追究责任，讨回公道。王女士，马先生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能彻底查实2人问题，固定完整事实的映射实证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绝。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我给你制定了2套并行的调查计划。第一，是宋文渊的职业前途。宋文渊担任项目部组长期间，正是锦绣地产项目资金流最庞大的时候。我会派人渗透进宋文渊所在的建筑公司，全面彻查宋文渊在职期间的所有账务。只要宋文渊拿过1分钱回扣，或者挪用过1分钱公款，我就能固定完整证据，让他依规承担对应责任。第二，是宋文渊和陈倩的男女关系。这种女兄弟的幌子骗不了我，我的人会全天候盯死宋文渊和陈倩，所有的入住轨迹、共处记录以及亲密往来影像素材，我都会1分不差收集到位。王女士请放心，我这里出来的东西全部严格遵守法律红线，所有的视频、音频都会保留原始载体和物理编号，我会确保这些证据在法庭上是绝对合法、无法推翻的铁证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张经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王女士回去等消息吧，有任何进展，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王小婷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想在我这儿耍什么花样。抚养权的事情，法院已经判得清清楚楚了。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把抚养费准备好，法律怎么判，你就得怎么执行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只是想浩浩了，我想看看他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看完就走，我绝对不会带走他，更不会打扰你们现在的正常生活，行吗？好吧，看在你还算老实的份上，明天下午3点你到家里来，记住，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看完立刻给我走人。好，谢谢你。傲慢终会让人付出代价，这半个小时就是我查清事实、还原真相的全新开始。哟，稀客啊，怎么在外面过不下去了？浩浩呢？
在房间里玩呢。宋文渊发了话的，给你半个小时，时间到了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碍眼，打扰我们一家人的清静。妈妈，终于来看看我了，我还要多想你啊，妈。妈妈也想你，浩浩，妈妈天天都在想你。告诉妈妈，最近在这里过得好不好？每天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妈妈，浩浩过得不好，陈阿姨她从来不陪我玩，也不准我吵。爸爸每天都很晚才回来，他回来就只顾着和陈阿姨说话，根本不理浩浩。妈妈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他们有人给浩浩讲故事吗？没人在乎我没有给浩浩讲故事，浩浩怕黑，经常睡不着，闭上眼就想妈妈。妈妈，你带浩浩走吧，浩浩想跟你回家。时间到了，王小飞，你该走了。浩浩乖，妈妈先走一步，你听妈妈话，妈妈很快就会来接你，相信妈妈，以后再也不会让浩浩受任何委屈了。妈妈不要走，妈走，带浩浩一起走。好了，浩浩别闹了，妈妈还有工作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怎么样，看清楚了吗？浩浩跟着我们，过得比跟着你这穷酸亲妈好100倍，别白费心思了。识相的就赶紧签字，彻底从文渊的生活里消失。宋文渊、陈倩，你们让浩浩承受的所有委屈与伤痛，我必定100倍讨回，一一清算。王女士，好消息，收网了。我们挖到了宋文渊的重磅证据，多名曾被他打压的同事签署了举报信。宋文渊在担任项目部组长期间，利用审批权多次违规收供应商巨额款项，累计金额高达270。完整的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，还有那些供应商的认罪口供，我们全都拿到了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宋文渊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太好了，终于抓到他的把柄了。还没完，我们还查到了宋文渊和陈倩在全市5家不同酒店的入住记录，以及他们在城南秘密租房同居的视频监控。这些实锤足以证明他们长期保持超出正常亲友的密切往来关系。张经理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你帮了我的大忙。分内的事，所有证据我已经加密脱门整理完毕，马上发到你的私人邮箱，请查收。270万，宋文渊，你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，还真是敢伸手啊！抛弃妻子，赶尽杀绝。宋文渊，你以为你赢了？现在该轮到你把欠我们母子的一寸一寸吐出来。蛀虫，简直是公司的耻辱！宋文渊，念在你在公司多年，我们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，但3天之内，你必须全额退还这270万违规所得，然后立刻引咎辞职，离开公司。没事，只是暂时失业。陈倩手里有1000万房产，还有马明远赔她的300万现金，只要陈倩在，我随时都能东山再起。小飞以为这样就能整死我，天真。等我找陈倩周转一下，换个公司，我依旧是那个风光的宋文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倩倩，我出事了，我被辞退了。公司查到了那些回扣，王主任让我3天内必须全额退还。倩倩，我现在不仅身无分文，还欠了270万的债。什么？你失业了，还欠了270万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事情你怎么敢做？270万，你这是要把天捅破吗？我也不想的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针对我，不然公司怎么会突然查得这么死？倩倩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手里有1000万的房产，还有马明远给的300万，你先帮我把这个窟窿补上，等我换个地方重新开始，我一定拼命赚钱，加倍还给你。帮你还钱？凭什么？我凭什么拿自己的命钱给你还债？你搞清楚，我的钱是我自己的，那是我离婚受了多少罪才换回来的。你现在没工作、没存款、没前途，就是一个背着巨债的废物。难道你指望我倒贴钱养你一辈子吗？倩倩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我离了婚，等一切安稳了，我们就去领证，我们就去结婚。你亲口说过永远跟我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分开。
结婚？宋文渊，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的德行，拿什么跟我结婚？现在的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连那个270万的窟窿都堵不上，一个负债累累的失业游民还想让我嫁给你，让我跟着你去吃路边摊住地下室？做梦吧，宋文轩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只过好日子，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吃苦。你自己捅出来的烂腿子，你自己收拾。没事，他只是一时生气，270万确实太多了，他吓坏了。等他消了气，等他冷静下来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他那么爱我，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倩倩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了你整整1个晚上。倩倩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那家草莓蛋糕，我排了好小久的队才买到的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好吗？只要我们心在一起，270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宋文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思买蛋糕？你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兜里比脸都干净，居然还把钱浪费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。倩倩，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只有你了。谈什么？谈你那270万的债，还是谈你丢掉的工作？我告诉你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从今天起，你那些烂事你自己解决，别再拿着这些破事来烦我，我不是你的救世主。宋文渊，那个收了270万回扣被通报全行业的项目组长。我可以降薪，只要给我一个机会。宋文渊这个名字在建筑界已经烂透了，没报警抓你已经是前公司仁慈，滚！老王，我是文渊，你看能不能借我5万周转一下？我过2天。张子，咱们以前合作过那么多次，我这真遇到难关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倩倩，你又出去，浩浩还没吃饭。吃饭你自己去做啊，宋文渊。看看你现在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，整天在家抽烟喝酒，跟个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我可不想在这种猪圈里待着，我的圈子里全是大老板，谁像你一样连份工作都找不着？宋文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鬼样子，整天缩在家里喝酒，跟个只会制造垃圾的废物有什么区别？赶紧滚出去找工作赚钱！你欠的那一屁股债，难道指望我去还？我可不想在最好的年纪养着你这样一个只会伸手要饭的闲人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我是废物？那当年你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缠着我？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的挑拨我和王小飞离婚？为什么要给我发那些照片？为什么要发那些录音？如果你觉得我是废物，当初为什么要亲手毁掉我的家庭？我缠着你，宋文渊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当初之所以愿意陪你演那些温情戏，不过是因为当年的你有稳定的高薪工作，有体面的大房子，有能让我过上优渥生活的资本。现在的你呢？失业、负债，一身酒臭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一个一无所有的失败者，凭什么让我继续跟着你受苦？我的脸可不是用来跟着你丢的。这么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？爱？宋文渊，你是不是酒精把脑子烧坏了？居然还在跟我谈爱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哪怕1秒钟爱过你。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当年我的初恋跟我分手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宋文渊，要不是你当年私下插手了我和初恋的事儿，导致了我们分手，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。看着你婚后家庭美满，事业顺累，我就满心嫉妒，嫉妒的发疯。我凭什么要看你幸福？我缠着你，故意发那些朋友圈挑唆你和王小飞离婚，从来不是因为爱你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报复你。我就是见不得你过得好，我就是要把你的世界彻底毁掉。你记恨了这么多年，为了这个，你处心积虑毁了我的家。可惜陈倩，你从一开始就记错了所有事。你所谓的复仇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。当年你的初恋根本不是我逼走的，是他主动爱上了别人，可他又怕你纠缠闹事，怕你毁了他的前途，影响学业。他求我帮忙演一场恶人戏，
假装是我逼走了他，好让你死心。我从来没有刻意拆散过你们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是为了报复我才编出这种鬼话！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，你这种人不值得我再编任何谎言。他现在就在上海，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过得很幸福。如果不信陈倩，你大可以亲自去问他，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嫌弃你，怎么求我带他走的。误会，竟然只是个误会！我为了一个误会，毁了自己，也毁了所有人。我真是天底下最蠢的人！我放着温柔顾家、真心待我的妻子不要，我放着安稳美满的家庭不要，我偏偏被你这个满心算计、满腹怨恨的人蒙蔽了双眼。陈倩，你根本没有心！为了你，我亲手赶走了我老婆，我还一时糊涂伤害了我的亲生儿子。宋文言，你真是瞎了眼，你真是糊涂至极呀！陈倩，你满心算计，满口虚言。我为了你这场虚假的纠葛，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家，我逼走了真心爱我的妻子，也辜负了我的亲儿子。你所做的一切，竟然只是为了报复我！怪我吗？宋文渊，是你自己蠢，是你自己把控不住本心，稍微贪恋温柔就迷失自我。哪怕没有我，你也守不住那个家，因为你骨子里就是自私懦弱。你拿，你尽管拿走，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宋文渊，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，看着你就让我反胃。小飞，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开庭。法官大人，这是被告宋文渊与他人外出入住备案记录，以及城南隐秘居所共同生活的监控截图。事实证明，宋文渊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违背婚姻忠诚底线，更严重的是，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违规牟利，涉及大额资金往来，已被任职公司正式开除。一个丧失职业底线、品行不端的男人，根本无法给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这是邻居拍摄的监控，在宋文渊监护期间，孩子每天只能自己煮白粥，衣着脏乱，体重在短短3个月内下降了5斤。我亲眼看见，大半夜的家里黑灯瞎火，孩子就在阳台上哭着喊妈妈，家里的大人进门只顾着打理自己，根本不管孩子，不给孩子饭吃。浩浩以前很开朗的，可最近半年，他身上总有异味，明显是长期缺少家人细心照料。传未成年人宋浩出庭。浩浩，别怕。浩浩，法官阿姨问你，你心里最想跟谁在一起？我想跟妈妈在一起，跟妈妈在一起，浩浩才能吃到热饭；跟妈妈在一起，浩浩才开心。经本院审理查明，原审被宋文渊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，且因职务违规被单位开除，品行不端。其同居女友陈倩在监护期间严重疏于照顾未成年人，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。反观原审原告王小飞，现已找到稳定工作，有固定收入及住所，且多年来长期陪伴照顾孩子，与孩子感情深厚。综合考量双方抚养能力、条件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之原则，本院判决如下：撤销原审判决。婚生子宋好的抚养权变并为王小飞所有，宋文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，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。宋文嫣享有探视权，探视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。休庭。妈妈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浩浩，妈妈带你回家。这是我的房子，妈咪也不能这么绝情。干不干了？不想干了，不想干就趁早走人，磨磨蹭蹭。
那我们回家吃红烧肉吗？好，妈妈给浩浩做最爱吃的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看你这一头汗。妈妈，今天放学的时候，有同学问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爸爸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爸爸工作很忙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告诉他们，虽然爸爸不在身边，但我有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我现在很幸福，真的。够了，这就足够了。那些不堪的纠葛，那些伤人的过往，我会永远烂在心底。我不希望那些大人的恩怨成为浩浩成长路上的枷锁。